一个为了打工度假追梦的台湾女孩，最后怎么会变成在澳洲法庭上崩溃打滚，被判刑6年2个月，甚至买凶杀人的犯罪6边形战士？这次深度解析的任务，绝对不只是带你吃瓜看这起震惊澳洲社会的地狱室友案件，我们更要为你拆解它背后的犯罪心理演变，澳洲打工度假圈那种二房东租屋结构的致命脆弱性。以及跨国犯罪在法律保护网上到底破了多大一个洞。准备好你的笔记本，我们直接切入核心。让我们先把焦点放在主角洪彩薇身上。根据资料，他33岁，嘉义人，在台湾原本是一位补习班老师。Dcard 上的爆料直接点出了他逃往海外的关键背景。他在飞往澳洲之前，就已经在台湾欠下超过20万台币的卡债了。债主包含富邦、台新与中信等银行。为了躲避这些债务，他在2022年1月，也就是赶在他30岁打工度假签证年龄上限的死线前，申请签证飞往澳洲。几个月后的5月，他就在台湾被正式发布通缉，带着一身债务和通缉犯的身份逃到异国，这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浪漫的追梦之旅。如果你曾经在海外打工度假，或者了解这个圈子，你应该知道，澳洲的417打工度假签证生态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压力的环境。社会学分析报告在这边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视角。年轻人只身在外，往往只能投入高强度的劳力密集产业。洪女当时就在当地的鸡蛋厂进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到了2023年12月，她搬入了墨尔本 Clyde North 的一栋合租别墅。这正是我们常听到的二房东与非正式合租市场。这种市场缺乏正式租约的法律保护，把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甚至背负着各自生存压力的陌生人硬塞在同一个屋檐下。这在社会学上完美构成了一个缺乏制度缓冲的压力锅。这个压力锅里的成员除了洪女之外，还有一对台湾夫妻 Vicky 与 Tim， 以及一位香港男生 Leon。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几个每天在高强度劳动下疲惫不堪的年轻人回到家，引爆这个压力锅的导火线，全都是最微不足道的日常琐事。这些摩擦包含洗碗的责任归属、用水量的多寡，还有洗衣服的频率。洪女的应对方式非常极端，她开始频繁地打电话向房东抱怨。根据记录，他打给房东投诉的累计时间竟然长达4到5个小时。房东在长期的精神轰炸下，最终受不了，直接将他封锁，并在2024年3月10日正式对他下达了逐客令，要求他搬离。3月10日这一天，正式成为了这场跨国噩梦的虚控起点。洪女在顺利拿回押金之后，立刻反悔，拒绝搬离。他不仅耍赖，还拿出了他在鸡蛋厂上班时偷存下来的4盒鸡蛋，把它们当作武器，疯狂砸向室友与房东。在场的人只好报警，由警方将他强制驱离。被警察赶走其实只是个开始，他随后驾驶着一辆丰田 Camry 轿车回到了现场。Dcard 的内幕爆料在这里补充了一个惊人的细节。这辆车根本不是他正当赚钱买来的，资金来源是他先前从另一位被称为5000哥的背包客那里诈骗来的钱。他开着这辆骗来的车，猛踩油门，直接冲撞合租屋的车库门，甚至在距离房东与室友 Tim 仅仅只有1公尺的地方，才猛然急刹停下。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泄愤，而是具备了致命的危险性。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隔天，也就是3月11日的凌晨2点45分，洪女展现了她极度失控的破坏欲。她趁着夜色，从她稍早撞坏的车库门缝硬生生钻进别墅里，拿工具把室友们停在里面的3辆车全部砸毁。这里面包含了香港室友 Leon 才刚买3个礼拜的本田新车。他不仅砸车，还充满恶意的在车身刻下"死娘炮"3个字。离开合租屋之后，他甚至绕去房东的住处，把房东停在门前的车辆也一并砸了。这种针对性的连环破坏，显示他的情绪已经完全脱离了理智的控制。最荒谬的转折发生在3月13日，你敢相信吗？砸了别人4台车之后，洪女居然自己主动跑去警察局，展开了一场恶人先告状的心理战术。他向警方谎称自己被室友虐待，试图申请保护令来反咬一口。警方的系统可不是摆设。
在查验身份的过程中，警察立刻发现他正是前2篇连环攻击与毁损事件的被调查对象，而且身上还背着台湾的通缉身份，于是当场将他逮捕。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澳洲司法制度的一个巨大盲点，彻底改变了案件的走向。这个盲点真的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红女被捕的当天，竟然被一位澳洲的太平绅士批准了无保释放。你可能满头问号，一个到处砸车、有诈骗前科，甚至还是通缉犯的人，怎么能就这样走出警局？这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澳洲的太平绅士制度，也就是英文里的 Justice of the Peace。这是一个源自英国普通法的古老设计。太平绅士通常由社区里有威望的志工担任，他们不是专业的法官，主要负责见证文件、处理一些轻微的行政事务。在某些地区，他们为了保障人权，避免嫌疑犯在未经审判前被长期拘禁，拥有批准保释的权利。这个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人权与行政效率，但在红女的案子里，这个宽松的机制意外地给了他一个极度危险的空窗期。这个空窗期长达3个月，我们甚至可以称它为红女的犯罪孵化期。在这3个月里，她并没有因为被捕而收敛，反而发展出了一连串荒谬到极点的支线任务。首先是在3月18日，他公然违反了保护令，在各大社群网络上将室友的详细个资全部公开，包含受害者的真实姓名、住址、车牌号码，全部被摊在阳光下。文献中特别提到，红女极度善于套话，在刚认识室友时，他会表现出非常友善、热络的样子，借由闲聊刺探别人的隐私。没想到这些在饭桌上不经意透露的个人资讯，最后全部被他转化为精准打击的武器。如果你以为网络霸凌已经很超过了，那 Dcard 的爆料接下来揭露的情节，真的会让你以为在看黑帮电影。他居然在社群里找上了一个有前科、绰号叫半哥的边缘人物，企图策划一起黑吃黑的买凶事件。红女的逻辑非常扭曲，一开始他找半哥是想要介绍一个假律师，他的目的是要捏造自己被警方不当逮捕的证据，企图向澳洲政府诈领国家赔偿。他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政府应该给他钱。当这个计划还在空转时，他的欲望进一步膨胀。他向半哥开价6000澳币，并先付了3000澳币当作定金，企图直接买凶去教训那几位室友。结果这个买凶计划的发展简直荒谬至极。这位 Ben 哥收了那3000澳币之后，直接人间蒸发，不但不办事，甚至还跑去向警方告密，把红女的企图抖了出来。红女发现自己花钱买凶，居然被诈骗，气急败坏之下，竟然在脸书上反向肉搜这名骗了她的骗子。一个诈骗别人的通缉犯，因为买凶被黑吃黑而上网肉搜骗子，这整件事的荒谬程度已经难以用言语形容。当时间推进到6月，酝酿了整整3个月的恶意，在这一刻全面引爆。承审法官 Caroline Gwynn 在后来的判决词中精准地定调，这绝对不是一时情绪失控的冲动，而是发酵了3个月的恐怖复仇。6月10日凌晨，红女带着做好的燃烧弹，悄悄回到了 Clyde North 的租屋处。她将室友停在路边的2辆车完全烧毁。这不仅仅是财产上的极致破坏，看着汽车在深夜里被熊熊大火吞噬，那种视觉上的震撼与恐惧，正式揭开了致命报复的序幕。隔天6月11日，他透过双方的共同朋友传了一则讯息给房东。这是一封赤裸裸的勒索信，他要求房东交出3万澳币，大约折合台币66万。他在讯息中明确威胁，如果不交出这笔钱，房东家人的安全就无法保证。这则勒索讯息非常关键，它直接证明了红女这一连串看似失控的疯狂行为背后，最根本的动机其实就是缺钱。这与他在台湾积欠大笔卡债的背景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因果闭环。到了6月12日的清晨4点半，发生了全案最危险、最惊悚的瞬间。
房东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早就已经把所有受害者，包含室友，全部接到自己位于 Berwick 的家中避难。当时这栋房子里总共有7个人，除了年轻人，还包含2名幼童和1名老妇人。红女竟然在深夜里摸黑找上门来。你可能会好奇，她怎么会知道房东的真实住址？这个细节极度讽刺。他之所以确切知道这个地址，是因为房东曾经在去年的圣诞节施出善意，觉得大家都是离乡背景的台湾人，特别邀请他来家里聚餐。那份在异乡送暖的善意，此刻却成了凶手找上门的地图。红女来到房屋的前门，开始疯狂泼洒汽油。她一边用中文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去死吧"，一边将点燃的火柴直接丢向站在门内的房东。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一门之隔，里面是包含小孩与老人在内的7条人命。命运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发生了奇迹般的反转。根据法庭记录与现场还原，当天清晨，墨尔本刚好下起了滂沱大雨。红女用力丢出的那根火柴，在半空中直接被大雨打湿。微弱的火势落在沾满汽油的水泥地上后，竟然自行熄灭了。这场天降的大雨，硬生生挡下了一场绝对会震惊国际、可能夺走7条人命的纵火惨剧。逃亡2天后，澳洲警方终于在6月14日将他逮捕归案。时间快转到2026年2月4日，面对包含4项纵火、勒索、危害他人生命安全等高达11项重罪的指控，墨尔本郡法院正式判处他6年2个月的徒刑，并且规定4年内不得假释。红女在法庭上听闻判决的那一刻，展现了极度骇人的失控状态。根据目击者与媒体转述，她当场崩溃，双手猛扯自己的头发，用头狂撞被告席的围栏，甚至整个人在地上翻滚哭闹。法庭最后被迫出动了整整6名壮硕的保全，才勉强将他压制在地。法官也无奈的必须中断程序，让他冷静。这种极端的巨婴式情绪勒索，贯穿了他从租屋摩擦到法庭受审的整个过程。虽然罪犯现在已经入狱，但这份长篇资料里最让我揪心的是那些跨国被害者永远无法抹除的心理阴影。就算有法律的制裁，受害者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临床心理评估报告显示了令人心碎的数据。房东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就是我们常说的 PTSD， 临床评分高达75分。而满分是80分，这代表他处于极度严重的创伤状态，他长期活在因为自己的善意差点把致命危险带给家人的无尽内疚中。而那位台湾室友 Vicky 则是出现了严重的长期幻听，半夜只要听到外面邻居拉垃圾桶的摩擦声，就会陷入极度恐慌，从梦中惊醒。故事说到这里，我们为你快速收敛这次深度解析的4个核心知识点。这不仅仅是一个猎奇的犯罪故事，它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社会与法律结构问题。第一点就是我们提到的非正式租屋的压力锅效应，缺乏制度与合约缓冲的合租环境，让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摩擦，极容易因为双方缺乏退场机制而升级为毁灭性的报复事件。第2个关键点是司法系统的双面刃。澳洲为了保障人权而设立的太平绅士保释制度，其初衷固然良善，却在实务审查不足的情况下，意外给了危险犯罪者长达3个月的心理酝酿期，这直接导致了后续财产损失与生命威胁的直线升级。第3个重点在于跨国犯罪的保护真空。像红女这样身背台湾巨额债务逃至澳洲的跨国移动罪犯，利用了国界作为掩护，这凸显了当前国际司法与警政保护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资讯与执法死角。第4点也是给所有在海外生活的人最实用的提醒，就是海外互助的双面性。在异乡侨生，同乡的善意，就像房东的那顿圣诞晚宴非常温暖，但一旦缺乏防备心，不经意透露的隐私，极可能反被有心人士利用，成为日后攻击的精准把柄。建立明确的人际界限，绝对是海外生存的必修课。
洪彩薇现在确实被关在澳洲维多利亚州的女子监狱里，4年的时间内绝对无法假释。这看起来像是一个迟来的正义，但这起案件其实留下了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法律盲区。当年受害者们在客厅闲聊时，曾经不经意地透露了自己在台湾的真实住址与背景。这里就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4年后红女服刑期满，被澳洲政府驱逐出境，遣回台湾时，这面目前保护着受害者的澳洲监狱高墙，将会在他上飞机的那一刻瞬间消失。面对一个极度记仇、行事执着，而且完全清楚你台湾家里门牌号码的危险人物，现有的国际法与台澳两国的警政系统能够提供跨越国界的无缝保护令吗？当法律的强制力在海关护照查验处假而止的时候，这些受害者的恐惧难道只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个问题值得你在放下耳机后好好深思。